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在本集影片当中，我们要分享的是水彩基础 EP5 重叠法。那我们今天所要表现的主题，则是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抹茶冰淇淋加巧克力布朗尼。至于如何利用重叠法来完成这个美丽的画面呢？那不啰嗦，就来看今天的影片分享吧。首先呢，我们示范用纸，今天是用意大利法比亚诺300克细纹水彩纸。纸质的纹路当然是比较细致，摸起来呢感觉不错，我想表现力应该会很好。至于示范用笔，则是德国马可威授权我们台湾制造生产的马可威半雕圆头笔18号、14号还有6号。而示范用水彩颜料呢，则是韩国进口 Mission 银级20色块状水彩颜料。那我个人使用水彩的习惯是，在每次使用完毕之后，颜料务必清洗干净，喷上酒精消毒之后贴上保鲜膜，直到下次再使用的时候才将保鲜膜撕开，以保障颜料的稳定度。接着我们要分享的是全新的水彩笔如何来正确的开笔。一般水彩笔刚买来打开的时候呢，一定都有一层薄薄的保护胶。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将水彩笔呢泡在冷水里，记得必须是冷水而不是热水，因为热水会破坏笔毛，还有粘接笔毛与笔杆之间的胶哦。静置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发现胶已经在水中溶解。然后呢，我们再用手指头轻轻辅助，将笔毛的胶清洗干净。这个时候呢，你也同时会发现笔毛已经完全软化，也可以顺着笔毛的方向，轻轻的在水里面按压，将保护胶清洗干净，最后用抹布或棉布吸附干净就可以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这一款马可威半雕水彩笔呢，笔毛相当柔软，笔尖也很漂亮，相信待会儿一定会有很棒的表现。那我们进入正式的打稿。打铅笔稿的时候呢，我们先分成上下2个单位，也就是上面呢是一个三角形，下面呢则是一个类似于梯形的状态。那一开始我在梯形中间画了一条直线，是为了确保两边能够对称而成立的。那当然两边对称了之后呢，中间那一条直线，也就是辅助线就可以擦掉咯。那比较困难的地方呢，是在这个冰淇淋的部分。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把它分成3大圈，也就是想象冰淇淋绕了3大圈。我们分成3等份之后，再逐一把每一等份里面的细节慢慢勾勒出来。当然也都是用短直线轻轻相接。这样子的话呢，如果有要修改的地方或是要画错的地方呢，就比较好擦拭干净哦。然后呢，冰淇淋每一圈的暗面我都用铅笔轻轻地打上笔触。那由于我待会要表现的颜色并不是非常怕脏的黄色系，因此呢，我就直接在暗面呢标示笔触，这样子待会在上色的时候呢，也比较容易区分亮暗面。接着呢，我先用这支18号的圆头笔来为抹茶冰淇淋的部分刷上一层水咯。刷水的过程当中，我同时测试这一款纸张的吸水程度。如果它的吸水性是很好的，那我就必须要在隔一段时间之后再刷第2层，以确保待会在做第1层渲染的时候，纸张的湿润度是良好而足够的。在刷水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呢，这一款半雕水彩笔的笔腹吸水性不错，然后呢压下去之后再收起笔尖，它又形成了一个很完美的笔尖，所以相当好用。那接着呢，我们用14号的这支圆头笔来淡淡的先打一层浅绿色，那并且在打浅绿色的过程当中呢，就顺便把
亮暗面给分出来。基本上呢，左半边颜色是比较淡的，右半边呢颜色是比较稍微深一点点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同时也发现，要将复杂一圈又一圈的冰淇淋打底真的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同样的把它当成是一个三角形的大单位来全面打底色就好了。接着呢，针对画面当中少数几个比较亮的地方呢，我们用干净的笔，然后把它洗起来。但是这时候笔毛上的水是要吸干的哦。洗出亮面之后，差不多第一层的渲染就完成咯。接着呢，我开始调比较深的绿色，要来表现冰淇淋的暗面咯。当然，笔腹上多余的水分还是要吸掉的，这样子的话呢，才能保证水分可以准确的在画面上做控制。那在这个时候重新叠加上去的第二层笔触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重叠法咯。只是唯一不同的是，有的人选择在第一层全部都干了之后才重叠笔触，但是有的人会选择在半干的时候，那我就是属于后者。我会在半干的时候慢慢的叠加笔触，于是呢就会让笔触呢随着渐渐的叠加上去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是柔软的，那有一些后期的笔触呢，由于底色已经全干了，所以笔触相形之下就会是比较明确。于是呢，这种笔触的组合就形成了刚柔并济的感觉。然后接着我再叠加第三层的笔触。那第三层的笔触呢，我选择在暗面的地方叠加，并且呢，笔触的大小、形状都略有所不同，让整个画面的丰富性还有调子更加活泼有趣一点哦。另外分享一个小 撇步，如果像这样子叠加上去的笔触太明显怎么办呢？答案是用吸干水分、干净的水彩笔呢，像这样轻轻刷开，来柔化生硬的边。在这里我们重复再看一次哦。所以这时候呢，我将8号的这支水彩笔，把它当成水笔的概念来操作。此时它的功能呢，就是专门被我用来柔化过于生硬的笔触的边边咯。至于这款 Mission 银级块状水彩颜料呢，我到目前为止我使用的心得呢，是它的色彩的浓度还有饱和度跟显色力都相当的好。因为市面上毕竟有一些品牌的水彩呢，在画的时候呢，浓度跟彩度是 OK 的，可是等到整个干了之后，颜色呢就会慢慢的变淡一点点。但是这一款颜料呢，却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形，也就是你画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浓度跟彩度，等水分干了之后，它依然是如此，不会有任何的误差值。尤其是呢，颜料的纯度非常高，所以感觉上在使用的时候，颜料变得很省。你只要用笔尖轻轻沾取一点点颜料加水化开来，就可以得到很满意的色彩。另外呢，这款颜料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由于它是强调比较天然、无毒，没有太多化学物质，然后呢，防腐剂含量也非常少的情况之下，所以相对在保养的过程当中要特别仔细，千万不能每一次画一画呢不清洁颜料，然后就随便的把颜料给盖起来，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很容易导致颜料发霉，那就可惜了。好，到目前为止呢，抹茶冰淇淋的细节我们慢慢可以看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雏形。那重叠法的好处呢，就是在这里，只要你认为画面上还有哪些细节稍显不足，那么你可以不停的再把笔触叠加上去，把色彩呢一层一层的薄薄的堆叠上去，这样层次呢就会越来越丰富，这就是重叠法的好处。那目前呢，我在做最后的暗调子，我用的是比较深的绿色，加上一点深咖啡色，也就是一般人说的胶赭色，让绿色的彩度降低，并且变得更深。
好，接下来我们来处理巧克力布朗尼的这一部分。那同样的呢，我们先刷一层水，然后呢，我们做渲染。那基础的渲染呢完成之后，我们在上面呢再来叠加我们所谓的重叠法。那我在做第一层渲染的时候呢，我先分析出巧克力布朗尼呢，它本身最淡的那个颜色呢是偏橙色，所以呢我就用了一点点葛黄，然后加了一点点浅咖啡。我先渲染一个漂亮的颜色上去，先打底，然后暗面的部分呢再渲染比较偏深咖啡色的部分。如此一来呢，整个巧克力布朗尼它就会有层次上的变化，而不是一看上去就整团乌漆嘛黑的太过沉重，这样反而没有层次感。等基础底色渲染好了之后，我再来用更深的胶赭色呢，然后重叠出画面，凹进去比较暗的地方。随着慢慢的笔触叠加，那重叠技法就越来越明显，那画面上的水分呢也逐渐的干了。在这边呢，我们给一个贴心的小提醒，就是在叠加笔触的时候，千万不要每一笔呢都画的一样长一样的粗，这样好像是在画尺的刻度一样，就会流于死板咯。至于暗调子的部分呢，我们用的是紫色，没有错，很浓烈的鲜艳的紫色画上去非常漂亮，而且毫无违和感。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并不是用一般人所谓的深咖啡色调黑色，因为这样子的话呢，那会有一种烤焦的感觉，颜色的表现上就比较不那么美丽咯。同时呢，使用紫色也在暗面多增添了那么一点点浪漫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大家可以试试看。最后，针对最细节的地方，我们来做一个碎笔法，也就是将水彩笔呢在调色盘上面轻轻的压下去，向外转开来，转成碎笔，像这样子，然后轻拍，轻轻的拍出许多的小点点，然后就好像是文学上的铺陈，铺陈出更丰富的小细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抹茶冰淇淋已经接近完成的状态了。那在影片的后面呢，还有一个小彩蛋，这个彩蛋呢，就是针对 Mission 银级20色块状颜料的每一个颜色，我们做了一个测评。然后在这个测评当中呢，就可以准确的看出这20个颜色分别在水彩纸上的表现力是如何了。好，那在这边我们的抹茶冰淇淋完工，接着不啰嗦，开始进入下一个测评。首先，我用可爱橡皮图章在水彩纸上盖出20几个格子来备用。然后呢，再按照我调色盘上颜料出现的顺序来做测试。我用相同湿度的水彩笔，然后每次沾取颜料的量是固定的。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呢，颜料由最浓转最淡，最淡的部分呢，我再用干净的水彩笔呢，将其尾端洗开来，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颜料最透明的程度可以到达哪里。还有呢 Mission 他们家的颜料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无毒，不含化学添加剂，然后也不含任何粘性增稠剂，所以它能够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色彩活力。再来还有一点，也不含铬、极甲醛这些对健康有害的物质，再加上采用药妆等级的防腐剂，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高的。整个全系列126色竟然都通过了美国 ACMI 核可的 AP 无毒认证哦。那以上就是这一集影片所有的分享咯。
我们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喽，拜拜。